大禹，他的名字叫文命，禹的父亲叫鲧，算起来，他还是黄帝的后代。他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治水英雄。当尧还在世的时候，中原地带洪水泛滥，无边无际，淹没了庄稼，淹没了山林，淹没了人民的房屋，人民流离失所，很多人只得背井离乡。水患给人民带来了无边的灾难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尧决心要消灭水患，于是就开始访求能治理洪水的人。一天，他把手下的大臣找到身边，对他们说：各位大臣，如今水患当头，人民受尽了苦难，必须要把这大水治住。你们看，谁能来当此大任呢？于是群臣和各部落的首领都推举鲧。尧素来觉得鲧这个人不可信，但眼下又没有更合适的人选，于是就暂且将治水的任务委任给鲧。鲧治水治了9年，大水还是没有消退。鲧不但毫无办法，而且消极怠工，拿国家这一艰巨的任务当儿戏。后来舜开始操理朝政，他所碰到的首要问题也是治水。他首先革去了鲧的职务，将他流放到羽山，后来鲧就死在那里。舜也来征求大臣们的意见，看谁能治退这水。于是群臣和各部落的首领都推举鲧。尧素来觉得鲧这个人不可信，但眼下又没有更合适的人选，于是就暂且将治水的任务委任给鲧。鲧治水治了9年，大水还是没有消退。鲧不但毫无办法，而且消极怠工，拿国家这一艰巨的任务当儿戏。后来舜开始操理朝政，他所碰到的首要问题也是治水。他首先革去了鲧的职务，将他流放到羽山，后来鲧就死在那里。舜也来征求大臣们的意见，看谁能治退这水。大臣们都推荐禹，他们说，禹虽然是鲧的儿子，但是比他的父亲德行能力都强多了。这个人为人谦逊，待人有礼，做事认认真真，生活也非常简朴。舜并不因他是鲧的儿子而轻视他，而是很快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。大禹实在是一个贤良的人，他并不因舜处罚了他的父亲就嫉恨在心，而是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。他暗暗下定决心，我的父亲因为没有治好水而给人民带来了苦难，我一定努力再努力。但是他知道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职责啊，他哪里敢懈怠分毫。考虑到这一特殊的任务，舜又派伯益和后稷2位贤臣和他一道，协助他的工作。当时大禹刚刚结婚才4天，他的妻子涂山氏是一位贤惠的女人，同意丈夫前去。大禹洒泪和自己的恩爱妻子告别，就踏上了征程。禹带领着伯益、后稷和一批助手，跋山涉水，风餐露宿，走遍了当时中原大地的山山水水，穷乡僻壤，人迹罕至的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。大禹感到自己的父亲没有完成治水的大业而空留遗憾，而在他的手上这任务一定要完成。他沿途看到无数的人民都在洪水中挣扎，他一次次在那些流离失所的人民面前流下了自己的清泪。而一提到治水的事，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都会向他献上最珍贵的东西。当然他不会收下这些东西，但是他感到人民的情谊实在太浓太浓，这也倍增了他的决心和信心。大禹左手拿着准绳，右手拿着规矩，走到哪里就量到哪里。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，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，其要点就是疏通水道，使得水能够顺利的东流入海。大禹每发现一个地方需要治理，就到各个部落去发动群众来施工。每当水利工程开始的时候，他都和人民在一起劳动，吃在工地，睡在工地，挖山掘石，披星戴月的干。他生活简朴，住在很矮的茅草小屋子里，吃的比一般百姓还要差。但是在水利工程他又是最肯花钱的，每当治理一处水患而缺少钱，他都亲自去争取。他治水3过家门而不入，有一次他治水路过自己的家，听到小孩的哭声，那是他的妻子涂山氏刚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他多么想回去亲眼看一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，但是他一想到治水任务艰巨，
只得向家中那茅屋行了一个大礼，眼里噙着泪水，骑马飞奔而走了。大禹根据山川地理情况，将中国分为9个州，就是冀州、青州、徐州、兖州、扬州、凉州、豫州、雍州、荆州。他的治水方法是把整个中国的山山水水当作一个整体来治理。他先治理9州的土地，该疏通的疏通，该平整的平整，使得大量的地方变成肥沃的土地。然后他治理山，经他治理的山有岐山、荆山、雷首山、太岳山、太行山、王抓山、常山、砥柱山、碣石山、太华山、大别山等，就是要疏通水道，使得水能够顺利往下流去，不至于堵塞水路。山路治理好了以后，他就开始理通水脉，长江以北的大多数河流都留下了他治理的痕迹。他治水讲究的是智慧，如治理黄河上游的龙门山就是如此。龙门山在梁山的北面，大禹将黄河水从甘肃的积石山引出，水被疏导到梁山时，不料被龙门山挡住了，过不去。大禹查看了地形，觉得这地方非得凿开不可，但是偌大一个龙门山又如何是好？大禹选择了一个最省工省力的地方，只开了一个80步宽的口子，就将水引了过去。因为龙门太高了，许多逆水而上的鱼到了这里就游不过去了。许多鱼拼命的往上跳，但是只有极少数的鱼能够跳过去，这就是我们后人所说的鲤鱼跳龙门。据说只要能跳龙门，马上鱼就变成了一条龙在空中飞舞。大禹治水一共花了13年的时间，正是在他的手下，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，驯驯服服的平缓的向东流去。昔日被水淹没的山陵露出了峥嵘，农田变成了米粮仓，人民又能住世而居，过上幸福富足的生活。后代人们感念他的功绩，为他修庙筑殿，尊他为禹神。我们的整个中国也被称为禹域，也就是说，这里是大禹曾经治理过的地方。